Hello 哈，大家好！最近我们听说了一家非常厉害的餐厅啊，它已经在我们 Vegas 开了2年了，但是我们没有去吃过啊。据说里面的片皮烤鸭非常好吃，虽然它是一个粤菜餐厅啊。这家餐厅呢，它叫彩宴，英文叫 Palette Tea Lounge。那它呢是由什么香港鲤鱼门餐饮集团开的，虽然我不知道啊，但是据说他们是香港移民到湾区，然后96年开了那种传统的粤式饮茶餐厅。那现在呢，就想要追求年轻化，所以在 Vegas 开了这个 Palette 系列，就属于新派粤菜。那我们今天去尝尝这个新派粤菜里面的片皮烤鸭好不好吃？我看它那个里边的这个点心哈，它不像我们之前吃的那些什么乒乓碰啊，还是那些松记，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小小一份的那种，它是属于那种很精致，然后呢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里边还有什么松露啊、鲍鱼啊，就是比较属于高端化的点心，新派点心，新派点心，对。时尚粤菜，对，那我们今天去尝一下，看一下它有多时尚。彩宴 Palette 也是在咱们中国城的这个春山路，知名的春山路上哈，你看 Palette Tea House 彩宴上面也是有这些小灯，粤菜海鲜烧腊啊，这餐厅看着真喜庆啊，有没有？它的灯笼装潢非常的喜庆。颜色好切呀！咱这边还有一个吧台，所以它是有这个 bar menu， 它是有这个酒单的，有 cocktail， 彩宴鸡尾酒 ，martini。咱俩就别喝酒了，大早上，大中午就别喝酒了。咱们来看看它的这个菜单啊，它跟点心差不多，但是它可以啊，这个怎么这么可爱？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鸭子，它做成这个样子，鸭仔咸水饺，好可爱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片皮鸭，40.99块一份。Welcome to the party. Thank you. Are you ready for the hot tea or water for dessert? Hot tea, please. Jasmine, oolong, chrysanthemum or black tea? Jasmine, please. Jasmine is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鳗鱼糯米鸡，9.99块。黑松露鸡肉野菌饺，南翔小笼包，人家也是有南翔小笼包的。鲍鱼烧麦，还有这个厨师推荐，高端啊！主厨推荐。除了菜单，还有上面一个主厨推荐的菜品。然后我们可以点它这上面的呀，香煎黑椒和牛包，金不换牛油龙虾长寿面，潮州卤水鸭配炸豆腐，海底椰羊肚菌炖鸡汤。它该有的这些就是港式茶餐厅的这些点心，它都有，只不过它做了一些比较多的创意啊，或者是用的料就比较高端一点，比如说加了黑松露啊，或者就是鲍鱼大一点的这种。然后这个蘸酱非常精致，一个小盘儿，这5个蘸酱不同口味啊。然后在有些茶餐厅，这些蘸酱你得问他要，而且要了它就只有1种、2种，像这个5种，我觉得就很不错。它这里面除了那些点心，还有什么龙虾、特式龙虾、避风塘龙虾，就是粤菜，新派粤菜。还有套餐哎，一个人49.99块，它里边是有小鸭子。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每个都想尝尝，特色都想尝尝的话，也可以点这个套餐，50块钱一个人。这边还有高出来的吧台，然后可以，所以中间是有流水的。这家餐厅的这个装潢还是不错的哈，就整个氛围感。那边还有那种古代的那种壁纸，有各种古人在那儿把酒言欢，然后我们现代人在前边把酒言欢。我们点了一个小鸭子的咸水饺，点了一个麻辣鸡肉小笼包，点了个蛋挞，点了个黄瓜，点了个片皮烤鸭。如果这家的片皮烤鸭好吃的话，那真的是很厉害。它这家餐厅啊，我们很期待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在 American Express 那个折扣订菜的一个系统。它是一年返给你400块钱。就是用它的这个 American Express 的这个系统来定位，就它这个必须这个餐厅要在它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呢你才用它来定位，用它来付钱的话，它每个季度返给你$100。对。
所以其实美国的很多信用卡的一些就是福利啊，还有一些折扣啊，大家可以就是多看着点儿，多关注着点儿。因为像我原来就算学生时期用的那个 Chase 的那个 Freedom， 它也是有一些折扣的。就比如说你把它加入到一个什么计划里面，然后你加油的时候它会返你钱，然后你在哪个餐厅吃饭它会返你钱。像后来办的一些信用卡，就是比如说旅游的时候用的一些消费，它也会返的比较好的折扣。像我们还有一个卡呢，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购物的一些品牌、一些商家，像我们 Vegas 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奥莱嘛，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品牌。美国运通的这个卡进去消费的话，它就会有一些不同时期就会有不同的折扣。比如说你花200返50，或者花100返25，就这种，一定要把它利益最大化。航空公司对对。就是它还可以，比如说你买行李、买这些东西，它还给你返钱。航空公司还有休息室。对对对，关于旅游的，有购物的，有餐饮的，它有每个信用卡它的这个福利不一样。就像我们是不是还有哪个卡是说就是用这个卡来交我们每个月这个 T-Mobile 的电话费，它保你什么来着？保你摔坏了保修是吗？免费。也是我的 American Express。对，就是也是有这种不同的吸引你办卡的诱惑。它每个月还有15块钱的 Uber 打 Uber Cash 也可以，但有年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 American Express 的最大的好处，它帮我们办了那个叫什么 Global Entry， 它就是把那个5年的100块钱给你返回来了。所以那个 TSA 它本身是要交钱的。不是光 TSA， 就那个 Global Entry 那个它加 TSA。对，那个就很方便，就像我们入境的时候就不需要排队，然后呢直接就是走机器，然后它那个机器非常的快，你都不需要去扫你的护照，你就站在那儿站1秒钟，它就让你过了。对，什么证件都不用。什么证件都不，因为他办这个 Global Entry TSA， 它是需要面试的，它是需要就是有一个很全面的背景调查，所以就是它在机器上面一过脸，它就让你走，就很方便。就尤其是和那个很多航班同时落地的时候，就那种排队就方便很多，快捷很多。其实它就是，你把它所有的福利都用了，你这个年费就值当。对，就值当了。但是你有时候好多时候，你比如说今天来订酒店，它订酒店其实1年是有600块钱的那个返还的。但我们现在酒店，因为我们它贵嘛，我们都便宜嘛，所以你用不上它的。对。然后 Uber 也是，我们就除非我们去出国，我们才用得上这个 Uber， 对，每个月得15块钱。对，在家基本上用不到 Uber。对，像那400块钱吃饭钱就我觉得划算，对，就是它每个季度返你100块钱。对，它1年4个季度嘛，它就是400块钱。像这个家餐厅，它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的。我们今天这顿饭看看多少钱，待会儿看看多少钱，就我能省100块钱。刷完卡以后，就它会返回来100块钱。Thank you. Cucumber, enjoy it.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么大，菜做的挺漂亮，精致，所以它应该是加的是那个日式的芝麻酱。你看它的这个盘子，就是调色盘哎，调色盘的样子，所以它叫 palette， 叫彩砚。这个就很有想法哎，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学画画就是用的这种调色盘，光这个调味儿、调色酱就很有趣味性，有没有？尝尝这个黄瓜，黄瓜挺大粒啊。很有想法的一家餐厅。你们这家餐厅就比起那些老式的茶餐厅，环境啊各方面就没有那么嘈杂。我觉得高端它算不上，但是就是它的东西比较精致，比较新颖，但是又不失点心的这种传承。Sorry guys, a crispy dumpling. Thank you 小鸭子 Cute. So cute。就我最期待就是这个小鸭子。它是小鸭子嘛，它怎么做的像卡皮巴拉？不，它真的是很可爱。你看这个小鸭子超可爱，有没有？虽然它看起来并不像个小鸭子。正常来说，就像这个什么咸水饺啊，就这种东西，我们在茶餐厅基本上不会点。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样式实在是太过可爱了，所以我们一口把这个鸭子的头吃掉。
烫，有点烫。它就是炸的那个糯米球，mochi 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外边很酥脆，很香，然后里边就是糯糯的。我才吃到头，然后没有吃到里面的馅儿呢。它里面是鸭肉。咱们上次吃麻辣小笼包还是在温哥华呢，温哥华的茶餐厅吃的麻辣小笼包。哦。咱们之前都没有吃过，就是麻辣小笼包。尝尝这里的咱们 Vegas 的麻辣小笼包，它的分量都很大，它不像是那种传统的茶餐厅的那种，都是一小份一小份，它的分量都很大。我看它那个蒸盘呀、蒸笼都是这么大一份。因为咱俩总是和别人反着来，就人家都是去茶餐厅吃这个，吃正经应该吃的，咱俩非得来茶餐厅，新派茶餐厅来吃烤鸭，片皮烤鸭。你没发现那个烤鸭是他们家最大的菜？没有，他们还有龙虾呢，避风塘龙虾，那是大菜，粤菜的大菜。但是好像烤鸭是他们唯一一个不是粤菜的菜，是不是？剩下都是粤菜，不管是海鲜啊还是点心。所以他既然敢把这个片皮烤鸭弄到布满了粤菜的经典菜式的菜单上，它一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扛打的地方。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的粤菜餐厅都有烤鸭，32号公馆也是粤菜餐厅。对啊，对啊，为啥呢？为啥现在的粤菜餐厅都有烤鸭呢？但烤鸭和烧鸭并不是一个东西，它也不叫烧鸭。对。但是人家外边写的烧腊，它炸得很脆，很香。它就有点像那个年糕的那种感觉。对。Thank you。哇，它这个蛋挞很特别，长得非常的丑，但是呢，一看就感觉是自己做的，就是很丑很丑的两个蛋挞，还不是那种生产线出的那种葡式蛋挞。这边就是流水直接流上来，还有那个雾，这两个位置就特好，就这俩紫色的位置，这俩就挺好，正好是面对这个水流下来。没事儿，咱俩也是算冲着水，算水主财，所以咱俩这也是风水宝贝。期待它的烤鸭。我也期待。所以它也不是按只，它就是一份儿。它就一份儿，它也不可能给你打包加价格，它也不可能给你。Sorry guys, it's coming the picking that? Yeah. I need this Thank plate. you. Awesom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这鸭子没几片啊，但是看着还是不错的，切得很好。新派粤餐厅的烤鸭，片皮烤鸭，看看这个饼，饼很薄哎。它的这个配菜里面很有特色的就是哈密瓜，然后这个黄瓜条非常的粗，然后葱丝非常的少。哇，这个饼好薄啊！咱们上次是在那个西雅图，我们上次在西雅图吃那个烤鸭，它就是里边包着是哈密瓜，我们当时觉得瞳孔地震，非常震惊。我先尝尝这个皮啊，那个片皮烤鸭的皮非常重要。一咬一堆油的，一口油的那种，但是它呢，说句实话，没有特别的那种鸭香味儿，能打个6.5分。满分几分啊？满分10分。所以它其实应该算烧鸭。我觉得它比烧鸭要脆，然后呢，比烧鸭的口感要好，就更接近。那皮挺好的，挺好的。我包起来尝一下啊。怎么样？能不说话？还行，还可以的，但是也没有说特别惊艳。但是作为粤餐厅的烤鸭，片皮烤鸭，我觉得还不错。但你要在北京烤鸭店吃的话，就不咋样。它还是没有那种，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比那个圆山那个烤鸭好吃多了。那是烧鸭，
原山那个是烧鸭，但是它也叫片皮鸭。对啊，它也叫片皮鸭，它那个也是粤菜餐厅开的烤鸭。对，但是它不如宜兰的那个樱桃鸭。对你不是，我觉得你像宜兰樱桃鸭，它就是卖烤鸭的，就它的主要就是卖烤鸭的。它就是把它做到极致了，这就是它的主菜。那这个呢，它不是它的主菜，像那个圆山也不是主菜。对，你像全聚德，它就是卖烤鸭的。对，你师哥说的对，就你全聚德就是卖烤鸭的，你要做成这个水平你就不对。但是呢，你这个粤餐厅，它这是一道菜的话，你做成这个水平就还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这切的，这比上也太不足了。刚才上来的这个鸡肉麻辣小笼包也很精致，它这边其实是主打一个精致的，整个它的不管是摆盘呐、还是什么都很好，都很不错。就你要是吃够了那种传统的早茶那种嘈杂的那种感觉，你来这儿尝一下这个也是不错的。但是吧，我觉得你要是就是吃早茶，你还是那个推的有氛围。你还得有那种就是小推车，然后大家吆了喝三的那种感觉，是有氛围的。我刚才给6.5分，给高了，3.5分烤鸭，但是其他的我给的都还不错。这鸭肉在我嘴巴里下不去，真的不好吃。我俩今天路上还说呢，不，咱俩别老说别人不好吃，但是的确真的就是说的不好吃。这个真的就是这个烤鸭不好吃。我觉得挺好的。我给8分，3.5不能再多了。这烤鸭3.5不能再多了，其他的我能给8分，那烤鸭不行，烤鸭真的不行。烤鸭我觉得还不如32号公馆。比32号公馆差一点。对，嗨，咱这维加斯矬子里边拔将军拔出来了32号公馆。但是这家粤菜餐厅了，粤菜餐厅也情有可原，毕竟其他的人家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尝尝这个麻辣鸡肉小笼包，它点心都挺好的。那个饼跟饼之间还有纸呢。生产线来的饼啊？这应该就是生产线买的饼，才有这种纸，它不是自己做的饼。但这饼挺薄的呀。对啊，生产线压的呀。你说为什么他们会把烤鸭要加哈密瓜吃？就是改良的口味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没有第一个人发明了它。它鸭皮还可以，但是那个鸭肉嚼不烂。推荐指数7分，综合评价7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7分。你41块钱吃份烤鸭，你看点要什么脚踏车？要什么脚踏车？要什么自行车？不是，你41块钱的这个烤鸭，你既没有鸭架子，也没有鸭腿儿。你出去吃，你就算100块钱一只，你是不是有鸭架子？你回家我是不是还可以做个鸭汤，或者是回家做个椒盐鸭架子？你是不是还有个鸭腿儿？还可以给狗吃那鸭腿儿，把肉扒下来，他们还能吃。鸭腿哪去了？他们自己吃了吧？然后鸭腿它放到那个咸水饺里那个肉，它肯定有用。这个小东西短的口感，咱也不知道是啥，尝一下这个是啥味儿。酸酸的，也尝不出点啥来。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啥了。固体醋。它把醋做成了这个豆豆，所以它是让你把这个加到这里边的固体醋，打破了传统形式的那个醋，你蘸着就是比较费劲儿。它是弄成了，它不管是加了什么东西，反正它把它凝固住了，一个豆一个豆的，但是它是醋的味道，就很有创意，是真的，不愧是年轻化的茶餐厅。我反应过来了，它这个烤鸭不便宜，因为它一只烤鸭可以做4份。对呀，它41块钱一份，你要是一只烤鸭就是160块钱一只。对呀，不便宜，就这么一小份儿。那所以说这家餐厅你推荐大家来尝试吗？推荐。
他的内心独白就是，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钱。只要别吃这个烤鸭，还是可以尝试的。尝一下这现烤的蛋挞啊，不是蛋挞，我很期待这蛋挞。那蛋挞很好吃。这个烤鸭有点那个越挫越勇，屡战屡败。真的，在美国我们吃烤鸭真的就是越挫越勇，屡战屡败。但是咱们之前在 San Gabriel 和安娜吃的那一家叫啥来着？888吗？还是叫啥？不是888，叫什么来着？那家还蛮好吃的，但是好像在这没有吃过。梅州东坡还可以啦，梅州东坡还是可以，原来的梅州东坡。看来这顿饭是 American Express 请的份上，原谅他了。为什么嚼到最后有一块嚼不动啊？我就在想说，我牙口这么好，我嚼不动的鸭肉，富贵为什么能嚼得动？然后他刚才最后那一口，自己在那，好像这鸭肉是有点不好，嚼不动。咱这也算是正经的空盘啊，一点没浪费，挺好。吃早茶还是有的早茶的那个氛围，就是我喝早茶，我是愿意那个小车推，然后自己在小车上说，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他是属于老派。我们新兴人类要吃这种的，你知道吗？你看人家是有bar 有 cocktail 的，你在那个点的那个哪能给你点个 cocktail？ 对，是不是啊？所以这边其实还是比较年轻化的啦。就我觉得他应该是开在酒店里，它的档次就上来了。啊，对，这种餐厅其实也比较适合老外。也比较适合老外，不管是摆盘啊，还是它的这个整个构思啊，还是它的口味，其实是比较适合老外。我觉得它现在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就是它开在这个地理位置 Spring Mountain 上，就是，yeah, thank you。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就是中国城的中国老城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总共花了是80.95块，加上 tax 7块钱，然后加上什么 transaction fee。2.63块，总共是90.36块，但是如果你付 cash 的话，就是87块钱，加上小费18%，就是105%，20%就是107%，22%就是108，就这个价格。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American Express 的卡啊，我觉得巨丑无比。富贵非要跟我说艺术，他这个卡寄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像一只苍蝇，然后他非要跟我说这是艺术。Vegas 有很多好吃的，什么taco 啊，还有什么 oyster 啊，这些非常非常多。慢慢带大家吃。够一定水准的餐厅才能上那里。你觉得 taco 上不去吗？它 taco 是大店啊，它还是连锁。我觉得 street food 可能不行，就是那种摊儿不行。像它那种店，我觉得应该回去查查。它有牛舌 taco， 然后它有牛的各种部位的 taco， 非常非常好吃的一家。但是我是因为就是我去吃了以后吧，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排队，就它就 Vegas 有很多餐厅你是要排队，就排队排到半夜的那种，就半夜你也要排队，就我一到排队我就很烦。But 还是要带大家去尝尝的，因为它还算真的是很好吃的 taco。富贵让我结个尾，我咋结？烤鸭再次失败，但是可以的，可以的。免费的，要啥自行车是不是？脚踏车。要啥脚踏车？大家老听我说要啥自行车，就很多朋友不明白，这是我们小时候30几年前的一个赵本山演的小品里边的一个梗，就是要啥自行车啊，就你要求也太高了，就这种意思。所以要跟台湾的朋友要说要啥脚踏车。行吧，今天就这样吧，拜拜。